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一样是白鹿主演《警察荣誉》与《一生一世》的差别为啥那么大？一、白鹿这个在演艺圈中逐渐崭露头角的年轻女演员，以其在古装剧中的出色表现而为人所知。她那灵动的眼神和细腻的表演，为观众塑造了许多令人难忘的古装角色。正如许多追求突破的演员一样，白鹿也开始尝试跨越自己熟悉的领域，向现代题材发起挑战。在她为数不多的现代剧作品中，《一生一世》和《警察荣誉》无疑是最引人注目的两部。这两部作品不仅展现了白鹿驾驭不同类型角色的能力，更引发了观众对她表演实力的热烈讨论。从古装美人到现代职场女性，白鹿的转变让人惊喜，同时也让人不禁好奇，为什么同样是她主演的两部现代剧，给人的感觉却如此不同。《一生一世》中，白鹿饰演的时宜是一位成功的配音演员，给人以成熟稳重的感觉；而在《警察荣誉》中，她则化身为新人见习警员夏桀，展现了一个年轻警察的成长历程。这两个角色在性格、职业和故事背景上的巨大差异，为白鹿提供了充分展示演技的舞台。随着这两部作品的播出，观众们开始更多地关注白鹿在现代剧中的表现。她是否能够摆脱古装剧的影子？她能否在现代题材中同样出彩？这些问题不仅引发了观众的讨论，也成为了评价白鹿演技的新标准。让我们一起深入探讨这两部作品，看看白鹿是如何诠释这两个截然不同的角色，以及这背后反映出的演技成长。在《一生一世》中，白鹿饰演的时宜是一位在配音行业颇有名气的演员。她的声音温柔而有力，仿佛能穿透时空，直达观众心底。时宜的眼神中总是带着一丝若有若无的忧郁，似乎在寻找着什么。这种特殊的气质源于剧中设定，时宜的灵魂里藏着前世的记忆，一段未了的情缘在今生继续牵引着她。白鹿将时宜塑造成一个沉稳、内敛的角色，她不争不抢，更喜欢在幕后默默付出。这样的性格设定让白鹿的表演多了几分成熟女性的韵味，她的每个眼神、每个微笑都仿佛在诉说着前世今生的沧桑。时宜对外在的很多事物都保持一定距离，这种清冷疏离的感觉与她作为配音演员的职业特性相吻合。《一生一世》与另一部剧《周生如故》建立了联系，成为后者的延续。这种设定让剧情自带一种宿命感，时宜与周生辰的感情从悲情过渡到圆满，给观众一种冥冥中自有天意的浪漫感受。白鹿将时宜对感情的态度演绎得恰到好处，从一开始对感情的期待，到真正等到了有缘人后全身心的投入，再到对对方无条件的支持，展现了一个历经沧桑却依然相信爱情的灵魂。《一生一世》是一部纯粹的爱情剧，虽然融入了一些职场元素，但剧情的主线始终围绕着时宜和周生辰的感情展开。白鹿在剧中展现了成熟女性的魅力，她的时宜始终保持着淡定坦然的态度，有着达观的人生观。这种角色设定和剧情走向，让白鹿在《一生一世》中的表演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为她在现代剧中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警察荣誉》中的夏桀是一个与《一生一世》中时宜截然不同的角色。白鹿在这部剧中饰演的夏桀是一名新人见习警员，他的父亲曾是八里河派出所的所长，因执行任务时发生意外而牺牲。带着对父亲的敬仰和对警察职业的向往，夏桀重新回到了父亲曾经工作过的八里河派出所。然而，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差距让夏桀倍感困惑。作为烈士之女，她处处受到特殊对待和过度保护，不仅同事们小心翼翼，
就连他的母亲也时常给派出所领导打电话，要求不要给夏杰安排太重太累的工作。这种特殊身份成了夏杰施展抱负的桎梏，他渴望能够做一个真正有用且能干实事的警察。警察荣誉通过一个个鲜活的案件，展现了夏杰从一个小白警察到成熟民警的成长过程。每一次出警，每一次与罪犯周旋，都是夏杰积累经验、磨练心智的机会。白鹿将夏杰的成长过程诠释得细腻入微，从最初的冲动莽撞到逐渐学会权衡利弊，从单纯理想化到深入了解警察工作的复杂性。4. 在这个过程中，夏杰的性格也在不断变化，他变得更加敏感、警惕，学会了考量实际和人情。白鹿通过细腻的表演，展现了夏杰从局促不安到逐渐找到自己位置的转变。这种角色的成长，不仅符合见习警员的实际情况，也给观众带来了一个真实可信的人物形象。警察荣誉作为一部重点刻画民警群体的作品，虽然也有主角的感情线，但更多地聚焦于职场成长。这种设定让白鹿有机会展现出与《一生一世》中完全不同的表演风格，也为观众带来了一个更加接地气、更有现实意义的角色。在《一生一世》和《警察荣誉》这两部剧中，感情线的处理呈现出鲜明的对比，这也直接影响了白鹿的表演风格和观众的观感。《一生一世》本质上是一部纯粹的爱情剧，虽然融入了一些职场元素，但剧情的主线始终围绕着石仪和周生辰的感情展开。白鹿饰演的石仪从一开始就将周生辰视为眼中的唯一，两人之间的感情贯穿全剧。这种设定让白鹿有大量机会展现细腻的情感表演。5. 他的眼神中既有对前世的眷恋，又有对今生幸福的期待。石仪和周生辰的感情是一种理想化的状态，目的就是为了给观众造梦。白鹿将石仪对爱情的执着和坚定演绎得恰到好处，让观众感受到了一个历经沧桑却依然相信爱情的灵魂。相比之下，警察荣誉的重点则放在了警察群体的日常工作上，感情戏份相对较少。白鹿饰演的夏杰和李大为之间的互动更像是普通同事，至少在剧情前期，两人之间并没有明显的暧昧氛围。夏杰对待李大为的态度与对其他同事并无二致。这种设定让白鹿的表演更多地体现在对警察工作的热爱和对自我价值的追求上，而不是儿女情长。从人物设定和剧情走向来看，警察荣誉中夏杰与李大为之间的感情倾向于相知相熟后的心动，而不是像《一生一世》中的石仪和周生辰一样有前世的记忆和羁绊，是注定要走到一起的人。这种感情线的差异也反映在了白鹿的表演风格上。在《一生一世》中，他的眼神中常常带着一丝温柔和期待，而在《警察荣誉》中，他的眼神更多的是坚定和执着，更像一个为理想奋斗的年轻人。这种感情线的巨大差异，不仅体现了两部剧的不同定位，也展现了白鹿驾驭不同类型角色的能力，为观众带来了截然不同的观剧体验。在《一生一世》和《警察荣誉》这两部剧中，白鹿饰演的石仪和夏杰在性格塑造上呈现出鲜明的对比。这种反差不仅体现了两部剧的不同定位，也展现了白鹿作为演员的多面性。6. 在《一生一世》中，石仪是一个成功的配音演员，他给人的感觉是清冷疏离的。白鹿将石仪塑造成一个沉稳、内敛的角色，对外在的很多事物都保持着一定的距离。这种性格特点与他作为配音演员的职业特性相吻合。白鹿的表演中，石仪的眼神常常带着一丝若有若无的忧郁，仿佛在诉说着前世今生的沧桑。她不争不抢，更喜欢在幕后默默付出，展现了一个成熟女性的魅力。相比之下，《警察荣誉》中的夏杰则是一个充满活力和理想主义的年轻警察。
她对一切都充满好奇和热情，渴望证明自己的能力。白鹿在饰演夏桀时，将她塑造成一个敏感、警惕的人物。夏桀总是看起来很不开心，想要尽可能地融入警察这个集体，却因为烈士子女的特殊身份难以如愿。7. 白鹿通过细腻的表演，展现了夏桀从局促不安到逐渐找到自己位置的转变过程。这种角色塑造上的反差，不仅体现在性格特点上，也反映在人物的成长轨迹中。时宜的变化在于从一开始对感情有所期待，到真正等到了有缘人，全身心的投入并对对方无条件的支持。而夏桀的变化则是从过于理想化的办案方式到逐渐考量实际和人情，展现了一个新人警员的职业成长。白鹿成功的在这两个截然不同的角色中切换，将成熟稳重和青春活力都诠释得入木三分。这种表演上的反差也是导致两部剧给观众不同感受的重要原因之一，充分展示了白鹿作为演员的多面性和潜力。通过《一生一世》和《警察荣誉》这两部作品，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白鹿演技的多面性和成长。从她曾经自嘲的演路子演技，到如今能够将角色演绎得如此深入人心，白鹿的进步是显而易见的。在《一生一世》中，白鹿将时宜的内敛和成熟演绎得恰到好处，她的眼神中常常带着一丝若有若无的忧郁，仿佛在诉说着前世今生的沧桑。时宜的每个眼神、每个微笑都充满了细腻的情感，展现了一个历经沧桑却依然相信爱情的灵魂。白鹿成功塑造了一个成熟稳重的职场女性形象，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8. 而在《警察荣誉》中，白鹿又成功塑造了一个充满活力和理想主义的年轻警察形象。夏桀的青涩、困惑、成长，都在白鹿的表演中得到了生动的体现。他将夏桀对警察工作的热爱和对自我价值的追求演绎得淋漓尽致，展现了一个新人警员在职场中的成长历程。这种反差不仅体现了白鹿驾驭不同角色的能力，也展现了她作为演员的成长和进步。从古装美人到现代职场女性，从成熟稳重到青春活力，白鹿用自己的表演告诉观众，她不仅仅是一个花瓶，更是一个有实力的演员。通过这两部作品的对比，我们可以看到，同样是白鹿主演《警察荣誉》和《一生一世》之所以给人如此不同的感受，不仅仅是因为剧情和角色设定的差异，更是因为白鹿本人出色的演技和对角色的深刻理解。这种演技上的进步和多样性，让我们对白鹿未来的演艺之路充满期待。